哈喽，大家好，我是建哥啊。上周这个外设圈的事情不好少啊。先是3月25日呢，就是雷蛇开售它的旗舰鼠标啊，杜奎 V4 Pro12999元呢。其实个人觉得价格还 OK，但是不太熟悉外设的朋友肯定会觉得，哇塞，一个鼠标标1000多，这么贵吗？哎，那紧接着3月26日呢，另一个外设大厂罗技，他在抖音官号发了个视频啊，都是 AI 配的音。真的，我一降价还不是像狗一样跑过来。丫头别走，我再为你多送一件赠品。宝宝，你真的舍得抛下我吗？口是心非可不是好事哦。当你说我不会再花1分钱时啊，我一降价还不像狗一样跑过来，说是模仿了去年有一个声优的作品。当你说我不会再花1分钱时，真的，我一伸手还不是像狗一样跑过来啊，声音有点那种什么御姐风啊、女王风啊，可能现在还挺受现在有些用户的喜欢的啊，什么 M 属性啊，毕竟现在 NTR 都有人喜欢的，有些亚文化它就是这样子，因为你看现在 B 站舞蹈区下面呢，动不动就是一堆喊妈妈的。不过罗技的这个视频啊，就是这个梗就玩得很差啊，把用户都搞炸了。这不就是说用户是狗吗？啊，你实话实说，那确实很多产品一降价之后，那很多以前各种喷的人，马上就争相赶紧买。但是说这东西，你第三方的人这样说没有问题，但是说店铺的带货主播这样说也都算了。那你一个厂家官方号这么说，还用这么难听的话说用户是狗，挺那啥的，你就说我一降价大家都来买了，不就行了吗？我一开始是以为这个是那种抖音的卖货的店家去发的，因为我说实话数码产品特别是电脑类目的，什么官方旗舰店，基本都是代理商开的，几乎没有官方开的。然后就点进去一看啊，这个号叫罗技，认证信息是旗舰店账户，企业名称是罗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这就是妥妥的绑定了罗技自己公司的。我翻了翻这个号就是一点官方的感觉都没有都是发的那种卖货的视频。那这个号它有个店铺叫罗技 G 官方旗舰店，那绑定的公司是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所以让基本上能搞明白，这个所谓的罗技官号就是一个代理商弄的只是抖音不知道怎么的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就一个号能绑定公司显示罗技中国，它又能显示这个上海代理商开的店。3月26日的当晚呢，就是抖音的罗技官号就发了一个致歉信，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给广大玩家社会各界以及罗技 G 粉丝的致歉信这个视频完全违背了罗技品牌所倡导的尊重专业以用户为中心的价值观也对公众的情感造成了伤害该视频已经永久删除了，团队已经被严肃处理了。罗技品牌官方已经接住了监管我们严格管理账号运营，彻底整改内容，发布流程，加强全员培训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罗款呢也是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呢，所以说我就觉得奇怪这个号它也是挂着罗技中国的抬头的，那对应的店铺是上海百事德，那怎么发个道歉信？它不是罗技官方发，而是上海百事德来发的。就这个道歉信的话，给我感觉是我是给罗技官方去检讨一下我们运营账号有问题首先呢是违背了罗技的品牌价值观其次才是伤害了公众情感反正原文是这样写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违背罗技品牌价值观放在伤害公众情感前面。然后罗技中国的官方微博呢，认证也是这个罗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26日当晚呢，也是发布了致歉声明。那罗技中国关于罗技 G 官方旗舰店发布违规内容的致歉声明于今日抖音平台罗技 G 官方旗舰店发布的内容极其不当的内容罗技中国深感由衷的震惊与痛心向用户道歉罗技 G 官方旗舰店是由罗技中国授权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运营此次违规系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员工个人跳过了罗技中国的营销材料审核流程擅自发布严重违反了罗技中国的品牌原则罗技中国呢让深刻检讨对授权店铺营销行为的管理力度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落款是罗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这还是那句话，我先进入的那个账户它就是叫罗技，认证企业叫罗技中国结果罗技自己的这个道歉信，罗技中国关于罗技 G 官方旗舰店发布违规内容致歉声明就给人一种
我逻辑没啥事，有事的是底下代理商。哎，我批评一下代理商啊，是代理商发视频他不给我审核出问题了。哎，我们后面加强管理，行，结束了。就是给我感觉就是傲慢啊，非常的傲慢。然后后来很多用户发现啊，其实大量逻辑店铺在卖的这个 GPW 鼠标页面啊，在对比 GPW4 猪圈粉配色的时候呢，为了体现这个型号的尺寸稍小，它居然在人手旁边放了个狗手啊，人家狗爪。行，那我也替罗技想好道歉信了啊，是上海百事德或者别的代理商，他在做电商图的时候呢，未经罗技官方的审核就发出来了啊。虽然发出来很久了，但是我也道歉了。那我后面加强审核，结束。聊数码新闻动态，谈行业内的。哈，大家好，我是建哥，欢迎来到这期建哥说啊。今天建哥说，除了内存涨价，都不知道聊啥了。哎呦，好不容易逮到一次八卦可聊了啊！虽然说感觉网上各种营销号都要把这个事情给说烂了，但是咱也就八卦聊一聊。先请陈真出场，大家缓口气。不知道如何选择靠谱电源，不妨试试海运。海运 Fox V5 Cybernetics 白金认证，全新外观搭载全新海运压纹线书，店铺除核显机全部使用海运电源。入门级靠 GC650，金牌非模组有特价搭配5060、5060 钛，中端靠 GX650、750、ATX 3.0金牌全模组7年保搭配5070、5070钛，高端 Focus 850、1000 10年保搭配5080、5090D， 还有 PX 1200、TX 1600猫头鹰版等信仰型号供各位选择。飞利浦显示器也有上新 27M2N6500L 27寸 2K 240赫兹 QD OLED 面板，入门级 OLED 显示器的绝佳选择。店铺除了整机，还有机箱电源散热器以及固态和机械硬盘，省代级别资源，价格优惠，售后靠谱。华硕 ROG、海运、联利、瓦尔基里、雅骏、泰坦、追风者、猫头鹰、机械大师、乔斯伯、利明、九州风神、库里奥、银广等。联系客服或者公众号，定期有价格更新。南京本地的客户自提更加优惠哦。这个视频巧就巧在，就雷蛇刚发布新的这个旗舰鼠标独魁 V4 Pro 呢，罗技就说了这个事情，那直接相当于给雷蛇的新品送笑料了。罗技今天也发了新品，狗屁王5代，官方价格多少？1999元。就这样，你还不要嫌贵，就是你原价是买不到的。京东上第三方的店要2099元才能买到。那 GPW5 它主要是那个提升电磁微动的，就是别的就没有什么太多提升了。那这个价格确实是有点贵了。然后我们看这个罗技抖音的那个官方啊，就是3月14日发的视频，挂的链接啊 ，GPW5 雪豹的啊，2199元 ，GPW5 是强行塞了一个这个 G840的鼠标垫一起卖。那3月11日又发了个视频，他挂这个链接，2299元啊，狗屁王5强行塞了一个机械键盘，哎，咱官方1999元都没货，哎，但是你要塞个烂货，加个200-300，哎。你就可以买到。最气的是啥？就是我特地去搜了，美国亚马逊上狗屁王5卖179美元，也就是1238元。日本亚马逊狗屁王5卖26500日元，也就是1146人民币。合着到了中国，哎，不仅价格翻倍，单独买还没货，哎，这是把中国消费者当啥了呢？那其实对比雷蛇刚发布的独魁 V4 Pro， 咱还是去做一次首发视频，哎，真的。以前雷蛇视频找我做啊，都是雷蛇白嫖我。这次雷蛇还稍微给了点费用，哎，也就是稍微覆盖点了制作成本，哎，但是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毕竟这东西做起来也不难，而且关注度我觉得要比英特尔什么270K Plus 都要高。1290元的价格虽然不算便宜，但是好歹比去年的这个蝰蛇 V4 Pro 1399元的价格还便宜了100块钱。关键是什么？就是25号晚上上架销售之后呢，当时基本上都是有货随便买的。我在后台能看到，就大家通过视频下这个蓝链去下单，我能赚个一丢丢的佣金。基本上就是25日晚上8点一到就下单，快的26号上午就收到了，慢的27号也收到了。就在这里啊，还是特别感谢能通过链接下单用户，哎，我们赚点小佣金。就首发不用抢。原价随便买，哎，买到立马发货，那电脑圈可能已经很多年都不多见的事情了。真的是，可能一开始你觉得雷蛇1299元的新品比较贵，但是人家好歹升级了一堆东西，对比罗技啊，我感觉怎么都算便宜了。
关键是这两个鼠标在国外它是一个同一个定价圈的东西，到了中国大陆就是罗技不仅是价格翻倍，官方还在纵容要搭配烂货才能买到现货啊，这个太难受了。就说如果说熟悉外设圈的观众肯定就知道，就不仅是狗屁王5这种把国内消费者当韭菜割的操作，就像当时狗屁王2代发布的时候呢，那从999元涨到了1299元就算了，那白色款还比黑色款要贵。我记得最骚的是就是 G304 的联名款，就是多给了个壳子，我还找了张买家图，你看太抽象了。虽然说它有个罗技的专门包装，但是打开来就是一个普通的 G304，再多给个壳子自己换。说实话，就是我自己第一个正经的游戏鼠标是罗技的 G100S。还买过罗技的 G17方向盘笔记本办公鼠标是用了很久的 MX Anywhere 2应该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游戏用户呢，那都是从 G302、G304、G502、G 狗屁王这样一路从有线鼠标用到无线鼠标的。那可以说这罗技是带着我从杂牌鼠标开始慢慢走向这些品牌鼠标的。现在看到这个品牌成这个样子的，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就特别是开头我们提到，就事件发生了。这个确实是负责运营的代理商的问题，但是你罗技官方就没有责任吗？你直接把这个顶着罗技中国的号交给代理商去随便发东西，那狗屁王5代高价没货就算了，你还在官方号那边发那种挂的鼠标加鼠标垫才有货的，那你出了事情，代理商那叫道歉信吗？全篇给我感觉不是对不起用户，是对不起罗技给罗技添麻烦了罗技发的道歉信声明呢？不疼不痒的代理商的问题，我们下次严格管理一下。你就不说这次事情了，你看看这个号发了些什么玩意，我觉得都是些很 low 的导购视频，像个官方号的样子吧。这个说白了反映了什么？就很多跨国公司，就国外总部的产品其实都挺好的，但是架不住就是这个国内运营团队，讲的好听点就叫能力太差了。讲的不好听点，就是他只管把公司的美金变成自己的人民币反正公司家大业大，与其想着怎么把公司中国区的业绩做好点，不如想着自己怎么多在这个位置上捞点钱太多这样的公司了，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着你替他们着急，他们都不着急因为他们有些人捞到钱了。那再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后面罗技如果说真的降价了，比如说狗屁王5代了，卖个1299元。你买不买？不买。罗技说了，降价来买的都是狗。那日本1149元随便买，你国内卖个1299元叫降价吗？你要是卖个899元，那估计还是不少人会买的。毕竟确实真的便宜了，占便宜了，有便宜还是要占的。但是道德上呢，还是要谴责一下罗技。那你花899元，我当了狗也能理解了嘛？那现在就是这样。那个时候阿迪新疆棉的事情降价，不是还是不少人就买了吗？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去过多批评买的人，毕竟省的是你自己的钱。短期内呢，罗技销量肯定有影响，但是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这个事情过不了多久，就每次大促的时候，该买罗技的还是会去买，毕竟罗技它的这个品牌底蕴在这边，那还是有割韭菜的实力的。再不济稍微降点价，这个马上销量就上去了。再说个好玩的事情就是雷蛇这一波算是躺着赚了一波流量。然后雷蛇应不应该去像有些友商那样跑去各种蹭热度嘛？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可能一些国产的小品牌去蹭一蹭无伤大雅，但是对于像雷蛇这种跨国企业来说呢，真的没有必要。就是说，他一个会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太低了，那个友商犯错给自己去营销太掉身价了。第二个是就这个东西如果说营销的好了，你说能对自己的销量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吗？我觉得会有一些，但不会特别多。因为你看像独魁 V4 Pro 这种1299元的鼠标，受众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可能还是犹豫去选雷蛇还是罗技的用户，这下会直接选雷蛇了。但是就那种整天在看什么国产类狗屁王和类独魁模具鼠标的这些用户那些国产鼠标个个都说自己是卷王，不输罗技雷蛇的体验，价格还特别便宜的，你雷蛇也争取不过来。就第三点，就跨国企你也不知道你的海外同事、海外经销商能给你去搞出什么奇葩事情，你跑去蹭一下罗技的事情，到时候舆论你出事的又来反嘲你，得不偿失。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官方特别是这些跨国企有些东西就算是大实话，你不适合官方角度去说，
品牌官方呢做好自己就行了。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把这些宣发去外包出去，但是发的东西啊，我觉得自己一定要去看一看，审一审。罗技这个啊，我估计是内部完全不看的。这里我也特别想说一个品牌索泰的，它的外包出去的，就是你搞点擦边视频，我觉得没关系，但是真的就是不止一次，业内的人跟我说，就是能不能稍微把控一下这个找的那些人，有些人长得不好看还要硬擦，这个太那啥了。最后我再说一个问题啊，就是罗技这个官号到所谓的这个官方店啊，其实都不是的官方，而是代理商在运营的。其实类似的事情在电脑圈子里是非常常见的，就特别像什么抖音平台，官方店几乎都是代理商开的，就和官方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说讲的直白一点，价格卖的比别人贵，服务可能还是比较差的，就纯割韭菜的。可能这个话说的有点直白啊，但是我个人始终觉得，就是在抖音上买比较贵的这些数码产品的，可能这些人确实比较好骗，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想花钱买个靠谱，那就得仔细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官方。最难的就是看这个公司信息是不是品牌官方的啊，如果不是真的官方，就没有必要去花高价去当冤大头了。就可能你买的这个所谓的官方店还没有这个闲鱼靠谱的。就难得这周有这八卦就闲聊一些，我跟罗技没有任何联系，雷蛇也没有给我任何钱。但是如果说呢，你觉得这个雷蛇的外设不错呢，也可以点一下这个链接去稍微购买一下啊。之前我店里面也是想上雷蛇的，但是他们的价格卖的太贵了，而且产品都有封条，我特别怕那些退货的，就没上啊。也许这个事情以后我考虑可能要挂几个雷蛇的产品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不知道你如何看待罗技这件事件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有广告中别忘了点小铃铛点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r， 你们点赞动翻到这样。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川哥4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给我们淘宝店铺“川哥读数码”。这是川哥，我们下见，拜拜。